大家好，我是徐恩恩，我们今天来制作这3只可爱的动物小挂件。下面编织手部通用部分。好，环形起针6针，按住交叉部分，先来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下面开始编织第1针。拿记号扣在第1个织目上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第2针，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好，6针编织结束，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也做一个记号。下面拉长线圈，收紧线头，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。好，第1圈编织结束，下面开始编织第2圈。那从第2圈一直到第6圈都是编织整圈的短针，一圈编织6个。首先，第1个。新手朋友一定要做好记号扣。好，下面第2个。第3个。第4个。第5个。好，下面第6个。好，6个针目编织结束，下面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，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。拉紧，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编织第3圈。我们在编织第3圈之前，我们需要把它翻过来，这个才是我们的外侧。好，下面继续编织第3圈。那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我们第3圈跟第2圈的编织方法是相同的，都是编织6个短针，然后一直编织到第6圈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6圈编织结束之后，直接留一节线头断线就可以了，因为需要缝合，所以说稍微留的长一点。好，这样的话手臂就编织结束了。那腿还有尾巴编织方法跟手臂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手臂是环形起针6针，然后从第2圈一直到第6圈，每一圈都是编织6个短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第1圈一直到第6圈，每一圈都是6个短针。那尾巴跟腿的编织方法跟手臂是一样的，不同的地方是尾巴只需要编织3圈，环形起针6针，第2圈跟第3圈编织6个短针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是手臂的前3圈。好，腿部的编织方法跟手臂也是一样的，跟手臂前2圈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。腿的话只需要环形起针6针，然后第2圈编织6个短针就可以了，只需要2圈就够了。这是腿尾巴的编织方法。好，那大家根据相同的方法来编织腿和尾巴。另外，青蛙的腿、手臂还有小象的腿、手臂
还有猫咪的腿、手臂以及尾巴的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给小象以及青蛙编织腿、手臂还有尾巴。下面我们来编织肚皮部分。那小象、猫咪还有青蛙的肚皮的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首先环形起针6针，好，按住交叉部分。肚皮是白色的，在这里先用一个其他颜色的线来进行编织。首先我们先来立一个起立针，好，下面第1针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第1个针目上，新手朋友一定要做好记号扣。下面第2针，第3、4、5、6，好，6针编织结束，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下面拉长线圈，收紧线头。好，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，然后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下面立一个起立针，开始编织第2圈。第2圈为6个加针。好，首先记号扣锁在第1个针目，编织第1个加针。继续第1个针目。好，一个加针编织结束，第2个加针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好，第2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12个针目，这样的话肚皮就编织结束了。下面留一节线头断线，稍微留的长一点，因为需要缝合。肚皮编织好之后，先不要引拔，我们直接留长线断线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需要用钩针从背面穿入第1个针目，然后将这个线头带到后面。带到后面之后，下面钩针从背面穿入最后一个针目，挑后半针穿入，再把这个线头带到后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了隐形收口、隐形结尾。我们最后一个针目，还有第1个针目中间会生成一个新的 V 字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肚皮的形状才会更加好看一点。好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样肚皮就编织结束了。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编织另外2个肚皮。下面编织猫咪的耳朵。首先我们先绕线。好，我们立2个锁针，钩针穿入线圈，带线过来。好，绕线带过来，继续绕线带过来，立2个锁针。好，2个锁针编织结束。下面我们编织6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编织方法是先绕线，然后穿入线圈，带线过来。这时候钩针上面有3个线圈，绕线依次带过3个线圈，这样为一个中长针。好，下面我们编织第2个中长针。绕线穿过线圈，带线过来。好，绕线依次带过3个线圈，第2个，下面继续第3个，绕线带线过来，绕线依次带过3个线圈。好，下面第4个。好，第5个。
第6个。好，6个中长针编织结束，下面锁2针，绕线带过来1、2。好，下面直接进行引拔，钩针再次穿入线圈，带线过来，然后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里面带过来，这样为一个引拔针。好，下面拉长线圈，收紧线头，这样的话耳朵就编织结束了。因为需要缝合，所以说这个线头稍微留的长一点，然后进行断线。好，这样猫咪的耳朵就编织结束了。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编织另外一个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大象的耳朵。首先环形起针5针，按住交叉部分，我们先来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绕线带过来，下面开始编织第1针。好，我们拿记号扣在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开始编织第2针。好，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5针，我们大象环形起针5针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直接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我们拉长线圈，收紧线头，然后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。好，立一个起立针，绕线带过来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第2圈。第2圈我们需要编织5个加针。首先记号扣所在的第1个针目，编织第1个加针。好，下面继续还是第1个针目。好，下面继续第2个加针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2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10个针目，大家自己查一下针数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第3圈。那第3圈为1个短针1个加针，我们重复5次。首先短针，好，记号扣在第1个针目上做个记号，下面加针。好，下面短针，下面加针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3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15个针目，大家自己查一下针数。下面开始编织第4圈。那从第4圈一直到第7圈，我们都是编织整圈的短针，一圈编织15个。首先第1个，好，下面第2个，好，第3个，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我们一直编织到第7圈。
第7圈编织结束，我们来查一下圈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编织第8圈。第8圈为3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重复3次。好，首先一个短针，下面第2个，好，第3个，下面减针，好，调半针，调半针，继续调下一个针目的半针，带线过来，绕线带过来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8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12个针目，下面开始编织第9圈。第9圈为2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我们重复3次。那在这里我们需要错位减针，首先编织1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1个短针，下面减针，调半针，调半针，好，带线过来，好，下面2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1、2，好，减针，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9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9个针目，下面开始编织第10圈。第10圈为1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重复3次。好，短针，下面减针，好，下面大家再编织2组。第10圈编织结束，下面我们拉长线圈断线，我们需要缝合，所以说稍微留的长一点。这样耳朵就编织结束了，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编织另外一个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小象的鼻子，首先环形起针4针，好，绕线，先来立一个起立针，好，下面开始编织第1针，我们拿记号扣在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，好，下面第2针，第3，好，第4，好，4针编织结束，我们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也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拉长线圈，收紧线头，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，钩针穿入记号扣所在第1个针目，直接带线过来。好，从钩针上的线圈里面直接带过来，我们拉紧，这样为一个引拔针。好，下面立一个起立针，绕线带过来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鼻子的第2圈。第2圈我们需要编织4个短针。好，首先记号扣所在第1个针目，一个短针，好，下面第2个，好，第3个，好，下面最后一个，好，4个短针编织结束，我们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下面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，钩针直接穿入记号扣所在的第1个针目，
带线过来，直接带过来，拉紧。好，绕线带过来，立一个起立针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第3圈，第3圈为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重复2次。好，首先短针，好，下面在下一个针目编织一个加针。我们编织的时候需要看清楚我们的一个针目，因为我们需要翻过来，现在比较小，不是特别容易翻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编织完第3圈之后再把它翻过来。那第2圈的话，我们要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针目，不要挑错了。我们的这个针目在这里，我们需要编织一个加针。如果大家找针目不太好找的话，可以把它先翻过来。好，继续加针。好，下面短针，短针的话就是在最后一个记号扣旁边这个针目上面编织，在这里。好，短针编织结束之后，我们在记号扣所在的这个最后一个针目上面编织一个加针。所以说大家的记号扣一定要记好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找第一针还有最后一针，就能很清楚的知道在哪儿。好，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加针。加针编织结束，我们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回到第一个针目引拔，直接挑记号扣所在第一个针目，带线过来，直接带过来。好，下面立一个起立针。立完起立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了。现在这个应该是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可以把织物翻过来。大家的记号扣一定要记好了，不然的话容易掉。好，下面我们需要把它翻过来。好，翻过来之后，我们需要查一下针数。第3圈总共有6个针目，大家自己查一下针数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第4圈。那从第4圈一直到第8圈，我们都是编织整圈的短针，一圈编织6个。首先第一个，下面第2个，好，第3个，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一直编织到第8圈。第8圈编织结束，下面开始编织第9圈。第9圈为2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重复2次。好，短针，好，下面第2个短针，好，下面加针，好，下面大家再编织一组。第9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8个针目，下面开始编织第10圈。第10圈我们需要编织整圈的短针，一圈编织8个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好，下面第2个，好，第3个，
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10圈编织结束，这样的话鼻子就编织结束了。我们需要留一节线头断线，因为需要缝合，所以说稍微留的长一点。下面我们开始编织青蛙的眼睛。首先，我们用白色线环形起针6针。好，按住交叉部分，我们先来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下面编织第1针。我们拿记号扣在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好，下面第2针。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好，6针编织结束，我们拿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。下面我们拉长线圈收紧线头，然后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。引拔之后，我们立一个起立针，下面开始编织第2圈。第2圈我们需要编织6个加针。好，首先第1个加针。好，下面第2个加针，钩针穿入第2个针目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大家再编织4个加针。第2圈编织结束，总共有12个针目。好，下面开始编织第3圈。第3圈为1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重复6次。首先，短针。好，下面加针。好，继续短针。好，加针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3圈编织结束，那我们需要换线，所以说先不要引拔。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拉长线圈，从侧面挑侧面的两个线圈穿入。好，直接换绿色线。我们第3圈编织结束之后，总共有18个针目，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针数。好，我们换成这个线之后，下面我们回到第1个针目引拔，我们挑后半针来进行引拔，挑第1个针目的后半针进行引拔。好，引拔之后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下面白色这个线头拉过来，这个线段拉过来，拉过来之后，绿色线头可以跟白色线头打一个结。打完结之后，白色线就可以断线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用绿色线来继续编织。那我们下面编织第4圈。那我们从第4圈一直到第6圈都是编织整圈的短针，一圈编织18个。好，首先第1针，我们挑第1个针目，整个 V 字形来进行编织。刚刚引拔的时候是挑了后半针，那我们现在编织的时候需要挑整个针目来编织短针。好，一个。下面下一个针目，第2个。好，下一个针目，第3个。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我们一直编织到
第8圈，一直编织到第6圈。第6圈编织结束，下面开始编织第7圈。第7圈为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我们重复6次。好，首先短针，下面减针，好，挑半针，继续挑半针，好，带线过来，绕线带过来，下一个短针，好，减针，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。第7圈编织结束，下面开始编织第8圈。第8圈我们需要编织6个减针，那我们需要塞入一部分填充棉。待会我们编完第8圈之后，可能就比较小了，不太容易塞填充棉，所以说现在可以塞入一部分填充棉。好，第8圈我们需要编织6个减针。首先，第一个减针。好，下面第二个，好，下面大家重复编织，我们可以边编织边塞入填充棉。好，第8圈编织结束，眼睛又编织结束了，那我们留一节线头断线，我们需要收口。如果大家想要缝合的话，我们的线头就稍微留的长一点；如果大家想用胶粘的话，眼睛的话就可以稍微留短一点线头。好，下面我们拿出来缝合针进行收口。最后一圈还有6个针目，下面我们调每一个针目靠近自己的半针穿入。好，靠近自己的半针穿入。好，下面拉紧这个线头，这样我们就进行了收口。好，我们用缝合针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如果大家想要缝合的话，我们不需要藏线头；如果想要用胶针的话，需要把线头藏起来。藏起来的话，直接穿到织物里面，多穿几次就可以了。这样眼睛就编织结束了。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编织另外一个。好，下面拿出来猫咪的头和身体以及手臂，将手臂缝合到身体上面。好，我们要找一下它的一个，把手臂缝合在中间部分，所以说我们要从侧面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部分，手臂两边要对称。好，找好位置之后，我们下面就直接进行缝合。我们可以先把手臂捏扁，然后直接放在这里，先看一下它是不是在中间。好，下面我们直接钩针穿入脖子和身体的中间连接处。好，穿入过来之后，我们直接将手臂固定在这上面。好，下面直接穿入到手臂所对应的针目里面。我们可以挑前后所对应的2个针目。好，一定要拉紧。拉紧之后，下面我们继续穿入脖子和身体所对应的针目里面。好，下面继续穿入到手臂里面，穿入到对应的针目里面。好，这样的话手臂就固定好了。那我们下面多缝2针，让它固定的更加结实一点。好，手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直接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，先在织物的纹理里面穿几针，
然后再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好，直接穿入到织物里面。下面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将另外一个手臂缝合到身体上面。那我们这个线头可以先不需要剪断。这个手臂缝合好之后，我们将它剩余的线头也从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，然后两个线头打一个活结，然后将结再塞到织物里面，这样的话会更加结实一点。好，下面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缝合猫咪的手臂。好，我们先用固定针把肚皮固定在肚子上面，肚皮应该缝合在第23圈到第26圈上面。我们可以从头顶往下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直数到我们的第23圈，23、24、25、26，缝合在这4圈上面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肚皮的缝合方法。肚皮的缝合方法跟手臂、耳朵、鼻子的缝合方法不太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肚皮的方法。好，首先我们钩针穿入，缝合针穿入肚子的织目里面。好，从上面这个织目里面穿出来。穿出来之后，直接穿入到肚皮的织目里面。好，穿入到肚皮的织目里面之后，腿跟胳膊、耳朵、鼻子缝合的方法是直接再次这样穿入到，从出来的针目入针，从上一个针目出来，然后直接这根线就这样穿过来进行缝合。但是我们肚皮的话，它是直接从下一个针目穿入，从下一个针目穿入之后，再穿入到肚子上面。好，穿入到肚子上面之后，继续穿入到肚皮上面，从下一个针目出来，出来之后再从下一个针目穿进去。好，穿进去之后，下面就继续缝合在肚子上面。从肚子上面的这个针目入针，从旁边的针目出来。好，出来之后，从下一个针目，从它对应的这个针目上面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之后，再从下一个针目穿出去。穿出去之后，我们从背面穿入相对应的针目里面。这个针目不太好穿，我们大家好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好，穿入之后，从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，再从旁边的针目穿回去。好，穿回去之后，下面继续在肚子上进行缝合，穿入肚子，然后再从下一个针目出来。好，继续穿入相对应的针目。好，穿过去之后，我们就直接从肚子上面穿过去，这样的话肚皮就缝合好了。好，穿过去之后，我们需要在织物里面多穿几次，固定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结实一点。这样肚皮就缝合好了。猫咪的手臂缝合好之后，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缝合
腿、耳朵、尾巴，以及青蛙、小象的手臂、腿、耳朵、尾巴、鼻子等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。手臂统一缝合在头部和身体中间，腿的话统一缝合在第28和29圈上面，就直接缝合在底部，好，尾巴统一缝合在25、26、27圈上面，可以从顶部开始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，尾巴缝合在25到27圈上面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肚皮。肚皮统一缝合在23到26圈上面。那肚皮的缝合方法跟手臂、腿、耳朵、鼻子等缝合方法不太相同。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肚皮的缝合方法。好，看一下猫咪的耳朵。猫咪的耳朵直接缝合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圈上面，可以直接缝合在第5圈跟第6圈上面，因为耳朵比较长一点，我们直接从4圈跟第5圈中间开始缝，缝合在第6圈跟第7圈中间，这样的话它会横跨4、5、6、7这4圈。好，耳朵两边要对称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象的耳朵跟鼻子。小象的耳朵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缝合在第8圈和第9圈中间，缝合在这个缝隙上面，两边要对称。好，鼻子直接缝合在第10圈到第17圈上面，我们可以从第10圈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从第9圈跟第10圈中间这个缝隙上面开始缝，这样的话它会横跨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一直向下。那鼻子可以稍微的让它歪一点，我们可以在底部，鼻子的底部稍微固定一下，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弯一点的鼻子。好，下面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进行缝合。手臂、腿、尾巴、肚皮、鼻子、耳朵等缝合好之后，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眼睛的位置。首先，青蛙的眼睛需要粘在第6到第11圈之间，我们也可以进行缝合，缝合到第6到11圈之间。缝合好之后，再粘上眼黑就可以了，眼黑就直接粘在眼白上面。青蛙的这个眼睛需要挨得紧凑一点，也可以中间加一个绿色的线，将它们缝合在一起。好，猫咪的眼睛直接粘在刚好这一圈灰色和这一圈白色中间这个缝隙处。那眼睛跟眼睛的间距总共相隔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针目，7个针目到8个针目都可以。好，小象的眼睛直接粘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第10圈到第11圈上面。那眼睛到鼻子的间距差不多相隔2个针目。那眼睛粘好之后，统一拿出来腮红，直接粘在头部上面就可以了。腮红的话，统一粘在第13圈到第15圈中间，粘在13、14、15这3圈上面。那我们就直接粘在眼睛的左下角、右下角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粘的这个眼睛来粘腮红。下面我们拿出来一股黑色的线，我们来制作一下猫咪的胡须。首先，我们从底部入针，猫咪的胡须就直接制作在腮红的旁边就可以了。我们从底部找一个针目入针，好，
下方要留一截线头。好，胡须的长度是向右1、2、3，向上一个针目。好，我们在它入针的这个针目下面穿出来。好，这一根的话，我们还是向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针目里面穿进去，也可以从这两个针目中间穿。从这两个针目中间穿的话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我们可以从这两个针目中间穿。好，然后我们再从下面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。好，下面这个胡须我们就向下从这个针目里面穿进去，然后再从我们入针的针目里面穿出来，或者说我们直接将针目穿到对面也可以，但是穿到对面的话离得稍微远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制作一边的胡须，再制作另外一边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猫咪的胡须就制作好了。那我们需要将这两个线打一个结。打完结之后，我们将线头剪短一点，然后用镊子或者是用缝合针将这个结塞到织物里面。这样，猫咪的胡须就制作结束了。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来制作另外一边。下面我们来制作一下猫咪的鼻子。鼻子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从中间，从下面选一个针目入针。我们从两个眼睛中间的这个针目，里面入针，然后向下出来就可以了。它的长度占一个针目。我们也可以制作一个歪一点的鼻子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从下面入针，然后从中间的针目里面穿出来，从针目中间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之后，从下面针目入针，我们再从入针的针目里面穿出来。好，这样的话鼻子就制作好了。那我们同样的打一个结，然后将结塞到织物里面。下面我们来制作一下青蛙的嘴巴。嘴巴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制作在中间，它横跨两个针目，我们制作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圈到第14圈中间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针目，从下面选一个针目入针，从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。穿出来之后，下面留一节线头，同样的留一节线头，我们从旁边的针目里面入针，再从下面入针的针目里面穿出来。好，我们不要拉得太紧，因为青蛙的嘴巴它是有一个弧度的，我们需要让它宽松一点，稍微的留得长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想要制作这种有弧度的嘴巴的形状的话，需要拿胶在这个地方固定一下，将线头固定在下面才可以。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这样弯曲的弧形的嘴巴的话，需要用胶粘一下。如果大家想要做这种尖尖的嘴巴，下面是尖的，那我们可以直接从中间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之后，
再从这个针目里面穿出来之后，我们的线要直接穿过嘴巴，穿过嘴巴之后向下，再从这个针目里面穿出去。好，稍微松一点。好，这样一个尖尖的嘴巴就制作好了。那我们根据大家的喜好，大家来制作嘴巴。想要尖尖的嘴巴的话，我们就用线在这儿固定一下。如果想要弯曲的话，我们弯曲的形状的嘴巴的话，我们需要让它松一点，然后用胶固定一下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下面打一个结，将结塞到织物里面。下面我们来制作一下猫咪的花纹。猫咪的花纹的话，不制作也是可以的，想要制作的话也可以。那如果要添加花纹的话，我们需要从后面选一个针目，然后从前面穿出来。我们的这根线一定要稍微粗一点，要用4股的线。好，我们从前面穿出来之后，选一个1、2、3、4，可以从灰色这一圈数1、2、3、4，倒数第4圈，这个上面这个针目穿出来，也可以从倒数第3圈跟倒数第4圈中间这个针目穿出来也可以。我们看想要长一点的花纹还是短一点的花纹。好，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穿出来。好，穿出来之后，我们需要向上，然后同样的，我们想要长一点的花纹的话，我们就给它制作的长一点；想要短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制作短一点。好，这个中间这一根是最长的，制作好之后，我们向上1、2，插两个圈，或者说插3圈。1、2，我们插2圈，然后从它旁边的这个针里面穿出来，一定要拉紧，稍微拉紧一点。好，向后的话，我们前面它到中间这一根花纹是2个针目，我们可以同样的向后插，向后的话也让它相差2个针目，或者说相差1个针目都可以。好，我们穿到对面。好，同样的1、2，相差2个针目，或者说3个针目都可以。我们再从入针的针目里面穿出来。这样的话，猫咪的花纹就制作好了。如果大家想要它比较结实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胶在中间稍微固定一下花纹，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结实一点。如果不固定的话，它相对来说就比较松一点。缝好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末端打一个结，然后将结塞到织物里面。这样我们可爱的小象猫咪以及小青蛙就制作结束了。